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现代人都被绑架了，我们的思想被绑架了，我们的时间被绑架了，我们的行为也被绑架了。被什么人绑架呢？答案就是有影响力的人。这么说吧，如果这个影响力武器用得好的话，用得融会贯通的话，就会做到一种情况。我说的严重点，就是可以完全让人坐以待毙，让你听话你就听话，让你交钱就交钱，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恐怖的境界。所以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真正的可以影响到我们呢？今天呢，我想要给大家分享一本心理学的巨作，叫做《影响力》。当你看完这本书以后，毫不夸张的讲，你可以说服任何一个人，你也可以操控任何一个人的潜意识了。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人最赚钱吗？什么人最成功吗？就是那些可以占用别人时间、占用别人思想，从而改变别人行为的人，就是所谓的影响力。一个上班族赚钱不太赚钱，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只是一家公司的其中一员，就是机器里面的其中一块零件，它的影响力不大，因为零件可以换嘛。那一个明星，一个 YouTuber 赚钱不？如果刘德华说要退出演艺圈，有多少人会心碎呢？这就是影响力。这世界的钱都是流去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赚钱，除了订阅我的频道以外，还需要懂得怎么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我将给大家重点分享这本书，我认为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3个影响力武器，就是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以后可以实际操作的一些方法。你会发现很多的商家，很多的不良组织啊，他们都非常的善用影响力，我们一定要学会去防范，对吗？好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美女要搭配野兽呢？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班花挺美的，然后学校里面很多学霸都想要追求她，但就是不敢。相反，有一个黄毛小子就敢去追她了，然后就追到了。这个黄毛小子并不像电影里面那些大哥那么帅气，反而有点赖皮。但为什么就能追到女神呢？也是因为他有影响力啊！他的穷追猛打，占用了女神的时间和思绪，改变了女神的行为，这就成了啊！所以这影响力，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洗脑。那些学霸之所以不敢去追女神，就是因为他们被洗脑了。越是受教育程度高，越是有素质的人，就会把自己绑架到道德制高点上面；越是不敢承认自己做事有目的的，不敢直面自己的目的。相反，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没被洗脑过的人，保持了动物的本能，做事趋利避害，唯利是图。这染着黄毛的赖皮能追到女神是为什么？因为他有非常清晰的目的，就是搞到手。于是我们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与这些没有被洗脑的动物们竞争，任何方面我们都吃亏的。我们总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做任何事情都被道德绑架，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卡着我们的脖子，永远也不能用尽全力。因为我们都被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给道德绑架了。我们人会因为很多社会的心理情况，或者某些事情的发生等等的原因，会造成影响我们最终决策和一种行为方式。只要这东西一按下去，我们人就会不自主的去行动。举个例子，比如说为什么很多的旅游景点的产品本来卖不出去，结果只让店里所有的产品的价格提高1倍去销售，突然一瞬间就被销售空了。再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房地产的销售人员，他在带客户去看房子之前，一定要先带客户去看一些比较烂的、比较破的、没有人愿意去买的房子呢？为什么有些时候很多人在请求你帮忙的时候，你就很难拒绝他呢？为什么当我们进入商场的时候，原本计划花3000块就好了，结果一不小心进去又花了5000、8000甚至1万更多？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啊！这就是影响人的一种武器。只要我们提高影响力，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有很多的事情都会做得非常顺利。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能够控制到别人，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让别人难以控制你，那你觉得你的生活是不是会变得更美好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影响力的武器，叫做互惠原则。这个互惠原则使用起来特别的简单，也特别的实用。你想一下，当别人有恩惠于你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会想尽一切的方法来去报答他们呢？古人不是说过有一句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社会很多的人都被这些古人留下来的思想洗脑了，那我们就要去想如何利用这些洗脑别人的思想去方便自己的生活，去增加自己的财富呢？别看不起这些手段，为什么你混不好？很大程度上你也是被洗脑的其中之一，你也是被操控的其中之一。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这个框架，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利用这个框架去操控别人去赚钱呢？这些手段不是什么邪恶的手段，手段也不是什么负面的词语，关键是你怎么用。基本上我们能认识的伟大领袖和商人都一定懂得帮人洗脑，因为洗脑就是影响力。好了，大家要知道这个互惠原则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要求更容易的被答应。比如作者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同样的邀请了2波不一样的朋友，都是不认识的，然后他邀请了5个人在房间里坐着，之后再邀请了另外一个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叫他 A 吧。他们之间都是互相不认识的。当这个 A 朋友和这5个人开始聊天，交流个半个小时左右，临走前他说，这5位朋友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呢？好了，这种答应帮忙的几率通过研究发现只有 37% 左右。然后换了另一个方式，又邀请了5个不一样的朋友，但还是邀请 A 进来跟他们认识。但是这次 A 进来之后就不太一样了，他提了一个塑料袋的可乐，每人发了1瓶，然后这5个人每人都喝了可乐，一起聊了半个小时。在 A 临走之前告诉这5个人说，我这边有个小小的忙，能不能麻烦帮我一下呢？结果你们知道吗？奇迹就发生了，瞬间从刚才第一次测试只有 37% 的人愿意帮忙的概率，一下瞬间提高了 70% 这么多。为什么？这就是互惠原则。也就是说，当你给到别人小恩小惠的时候，这时候你再提出要求，这就会很容易的得到别人的答应。因为别人会讲的啊，如果我不答应你的话，我总觉得很奇怪，毕竟你看，你给了我饮料，是不是？毕竟你看，请我吃了饭，对不对？这就是互惠原则。我们为什么能在这个互惠原则赚到钱呢？因为这个互惠原则你会发现它是不对等的。什么意思呢？你看古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吗？也就是当你付出1瓶可乐钱的时候，你可能得到的远远不止1瓶可乐的钱，你可能得到的是10瓶、100瓶的回报，同意吗？那如果对方不涌泉相报怎么办呢？那我不就亏了那滴水吗？其实这个互惠原则也是一种投机的行为，跟我们股票投机很相似啊。就是我用1块钱换100块的回报，而且成功率特别高。那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就失败吧，就去找下一个啊，因为成功率很高嘛，我们也不是亏了很多嘛，只要下一个涌泉相报，我们就赚回来了。大家都听懂了吗？虽然听起来很功利啊，但是这跟很多宗教的思想是很相似的，就是教我们多做善事，莫因善小而不为。所谓千里送鹅毛，勿轻情意重嘛。你平时连鹅毛都不送，就让别人答应你的要求，其实邪恶的人是你啊。包括在美国有一个不太好的组织，打着慈善的名义，就开始向路边的人捐助。他们发现了，如果直接让路人做捐助，通常大部分人都是拒绝的。他们后来研究发现，做了一个改善。这个改善一旦做完以后，目标所有愿意捐助的人瞬间乘以倍增式的全部增多。很简单，就是当这个人拿了一个捐助箱，去到问行人捐助款的时候，他先递过去的不是这个捐助箱，他先递过去的是一支玫瑰花。可能只需要几块钱，对吗？并不是很贵，成本非常的小。当他接收完了之后，他说我们这里是做慈善的，这样子你愿不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给我们做慈善呢？然后再伸出捐助箱，这时候啊，所有人愿意捐助的概率大大增加了将近几10倍，几乎没有人逃得出。只要这个人拿了玫瑰花，就几乎愿意去捐钱，而且捐的钱往往要大于玫瑰花的价格。然后你会发现特别可笑的事情，就是当交完钱以后，这些人拿了玫瑰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走到了一个垃圾箱的地方就扔掉了。这些人傻傻的说，怎么这么奇怪，他给我的是玫瑰花，我不想拿，丢掉了之后还捐了点钱了。这就是互惠原则，大家听懂了吗？
又比如有些兄弟姐妹们信任我，加入了我们的财富自由品书会，希望通过读书而改变命运，达到财富自由。可我们最近又赠送了越来越多有价值的礼物。本来呢，我们这边的承诺只是每周2天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解说让我们达到财富自由的100本书籍而已嘛。后来我们又多开设了一个 Facebook 精英群，让大家交流赚钱和投资的情报，让大家认识朋友嘛。而最近我又有一个零成本而且暴利的创业项目，想要带着品书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创业吗？我还会送出一些苹果产品，还会送出现金作为礼物。那将来呢，我又会录一些关于创业投资，反正是与赚钱有关的内容作为赠送的礼物放在品书会里面嘛。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呢？就是每当我看到我们这个 Facebook 精英群里面很多的兄弟姐妹们都很感激我们的留言，说我们解说的书籍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们无论从收入、婚姻还是家庭上面都有明显的改变，我就很感动。我在他们的文字上看到了爱，在他们分享的照片上看到了喜悦，在他们思想上看到了和平，这不是我们人类一生所追求的吗？所以除了亲自和他们说了声谢谢以外，我还要不断的想办法让他们的实际收入可以提上来。就是因为这个感恩之心，我一定会制作更多有价值的内容给到你们，因为不是我成就了你们，而是你们成就了我，你们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我愿意花时间来报答你们的知遇之恩，滴水之恩我甘愿永存相报。所以允许我说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用限时的优惠加入吧。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力武器，那就是权威。权威里面呢有很多种，很多个小条件，很多个小法则，其中一个叫做头衔。一个人当上场出来演讲的时候，如果没有主持人介绍他的背景，你们相不相信坐在台下听演讲的很多人一定都没有在认真的去听他演讲，同意吗？但是如果在这个人上场之前，主持人有好好的介绍这个人的背景，说他是某个领域的权威，某某领域的专家，这时候到他上场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听众将会静悄悄的坐下来洗耳恭听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而且会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真理来讲。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经常能够听到的一句话，叫做一个没有结果的人能讲的再多的道理都是在放屁，一个有结果的人放屁都有道理。虽然我这样讲有点俗啊，但是就是这个道理。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人的头衔有可能是假的呢？都没有想过，你就会认真的去听，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可能讲的是同样的话，一个有头衔和一个没有头衔，认真去听的那个态度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头衔就是在影响别人呢，这就是一种影响力武器，因为头衔有权威性，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年代还有名片这个东西存在的原因。你想一下，我们现在要对方的联系方式，在电话加一下不就好了吗？干嘛还要互相的递名片呢？因为名片里面有我们的头衔啊，比如什么商会的主席啊，什么慈善机构的会长啊等等，那这对我们的生意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这些有钱人每年都要捐那么多钱去做公益呢？难道是他们都很有爱心吗？是的，可能他们是因为认同佛教的财布施的理论，但除此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优点，比如说有一些税务的宽免啊什么的，因为这可以是一家公司的支出嘛。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说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获得权威这个影响力。比如说有一个1个亿的生意，你要找合伙人，你要找人合作，然后你就在一个无名小子和一个某大商会的会长里面去选择合作伙伴。假设2个人的能力和人品看起来都不错，那你会选择谁呢？那肯定是那个商会的会长啊，因为你不怕他骗你啊，他一年都捐几10个亿到这个商会，你还会怕他骗你1个亿吗？而且这个商会里面的企业都是大企业，都是社会鼎鼎有名的企业，如果这次跟他们合作了，那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的生意网络？将来会不会有更大的生意等着我们呢？大家听懂了吗？这就是影响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商人挣破头的都要挣一些社会的地位回来的原因。因为当你在这个社会的地位越高，你的社会的影响力就会越大。当你是一个商会的主席，你还会怕没有人跟你做生意吗？比如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参加了很多的青年组织的活动，除了去玩，也不知不觉的为我后来创业铺了路。我因为这些青年组织的活动认识了很多赞助商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是我的 mentor。 然后我当时创业的时候，我来了自己是某青年协会的主席，去找这些企业老大，
然后去问他们的建议，他们就给我介绍客户。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没有当上那个协会的主席，我可能也未必有人生的第一笔生意，我可能就会放弃了创业这条路了。大家听懂了吗？机会往往就是出现在这些你不经意的细节上。这看起来只是个虚名的主席，当时也没有人跟我争，因为他们看不起，可我却因为这个虚名成就了我了现在。所以现在虽然我也做起来了，但我依然还是会回去参加那些当初成就我的青年协会的活动，去反馈他们，去帮那滴水之恩。又比如现在我做了扫地僧这个 YouTube 品牌，然后我很多合作伙伴知道我这个品牌以后，都纷纷的给了我机会合作。其实这也是权威带来的影响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从商，或者想要更成功，社会上的知名度或者说头衔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权威的影响力。那说完这个权威性，我们还有第三个影响力武器，叫做稀缺性。什么叫做稀缺性呢？稀缺性是我们这些读经济第一堂课要学的知识。因为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是来自稀缺性。为什么有富人和穷人之分呢？因为这个世界资源有限嘛，所以就会有竞争。石器时代竞争一只猪的方法就是打架，而现在我们文明了，我们不打架了，我们就用谁钱多，谁就有权利去决定那只猪属于谁。那心理学家就利用这个稀缺性衍生出一个影响力武器。我自己用反推论的方式帮大家理解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旅游景点呢，它的产品一直都不好卖出去，老板非常痛苦，就说既然卖不去了，那就干脆把所有产品乘以1/2的价格，打个5折去卖了。结果呢，他的店员没有听清楚，老板走了，店员就写了店里所有的产品乘以2的价格去卖。过了几天，老板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产品都卖空了。我们这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当时的价格没有人买，乘以2之后反而被抢空呢？就是因为乘以2的价格之后，很多人都认为这些产品非常有稀缺性，就会造成一抢而空的局面。这就是我认为的稀缺性反推论。本来是因为这个东西很稀缺，所以我们才会花很多钱去买这个东西，但这捕捉不到人性啊。所以现在如果把一件东西的价格提高，让它变得很贵，然后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认为这件东西这么贵，那肯定很稀缺咯，那肯定很有价值咯，不然怎么会卖这么贵？这星巴克的 Latte 大概卖了$7左右，但它的成本可能也就1-2块。那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多人选择他们的咖啡呢？我们又说一下这个 iPhone， 为什么这个 iPhone 可以卖得比其他手机贵啊？苹果公司的产品的毛利率都非常高啊，也就是说他们制作一部手机的成本并不高啊。那为什么就连普通百姓都愿意付这么高的价钱去买呢？真的是因为他们比较喜欢 iOS 的系统吗？我们再说一下这 LV 的包包，你们认为做一个卖$10,000的包的成本要多少呢？这里就不多说了。这就是稀缺性的影响力，不是因为这件产品很稀缺我们才卖这么贵，而是因为我们把这件产品卖这么贵，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个产品很稀缺。大家听懂了吗？这不是在卖产品，而是卖那个品牌，那个稀缺性。所以真正做品牌的人，他们其实是离开产品去思考问题的。我们要研究如何把我们的品牌卖给客户，但是呢，把品牌卖给客户之后，顺便带上产品，这样才能让客户付钱嘛。所以如果我们靠做品牌来赚钱，你会惊讶的发现，这跟产品本身没有什么关系。这时候的产品拿来干嘛呢？我简单举个例子，你们就会知道分别了。很简单，比如有一天你到了星巴克喝了一杯咖啡，星巴克的咖啡$7一杯，所以你到了星巴克付了$7，然后拿了一杯咖啡，坐在那里喝完就走了，这样是不是很正常呢？但实际上星巴克卖的是什么？星巴克不是在卖咖啡，星巴克卖的叫做第三空间。问题来了，如果有一天你到了星巴克没有点咖啡，结果坐在那里坐了3个小时，结果有人就过来了，说麻烦你买单，然后你就说我没有点东西啊。对，你发现没有？你说你没有点东西，然后那个店员是这么说的，点不点我不管，因为我们家成本最贵的，占了我们$6成本的是我们家的装修和氛围。好吧，要不这样，你咖啡没点，你付我$6的成本。这就是品牌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别人购买的是品牌，只是呢你没有产品给他，
他就不愿意付这7块美金，所以你必须得6+1这样捆绑的去卖。所以呢，你在星巴克买到6块美金一杯的咖啡，6块美金是星巴克的品牌，1块美金才是咖啡。只是呢，如果连这1块美金的咖啡都没有，那么你这6块美金你又不愿意付，这就是做品牌的真相啊！这个品牌卖的是稀缺性，因为你到其他地方买不到这个高尚的感觉，所以你就要给这感觉的费用。我学过点风水啊，这风水老师告诉我，如果你想要越来越富有的话，就不要和人家讲价，因为一件本来很有价值的东西，被你讲一下价，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了。然后你去用这些一文不值的东西，你就不会吸引到财富的能量。这从心理学中来解释，也是解释得通的。因为我们用这些比较贵的东西，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认可自己就是属于这种用得起贵东西的人，然后我们就会成为那种人了，真的是这样的。那这品牌影响力可以怎么实现呢？如果大家希望创业，我推荐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打造一个 YouTube 的品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右上角的影片，然后今天这部影片描述栏上有一条课程的连接。如果大家学会里面的技巧以后，那收入肯定比你普通去上班多得多，而且还不困身，你可以副业来做。大家有兴趣可以用到连接里面那个优惠价去参加哦。好了，除了以上3个影响力武器以外，这本书还有其余的3个影响力武器。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本书买回家仔细的品一下。而如果你一看书就犯困，或者说不懂抓书里面的重点，那你也可以选择加入到我们的财富自由品书会，会有100本致富的书详细的讲解呢。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